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师父好。我是怀着这个非常虔诚恭敬的心来给大家学习，试着来讲解一下《言福众生业感品》第4。这时呢，地藏菩萨恭敬地对佛说：“世尊啊，我承蒙您的神力的加持，能在无数无量的世界里头，化成无数的分身形象，去救度一切带着罪业的众生。若不是佛力的加持我就不可能做到这些。现在呢，又承蒙您慈悲的嘱托，要我再从现在起，直到弥勒菩萨降世成佛的这段时间里头，度化所有的六道以内的众生。世尊希望您不要再担心了，我一定按照您的嘱托去做。”这时佛对地藏菩萨说：“还没有能达到解脱的一切众生呢，性识无定。”所以这里讲的这个性识无定，其实是精神高度的追求。精神高度追求的当中的这种价值观，它是随着这个它的应该叫做时空的转化而变化。比如说中国传统的文人，他得到正常中国传统的这个文化与哲学思想的教化和启蒙，主要来自于孔孟之道的这样的一种价值观，这样的一种叫做信仰。孔孟之道的教化也是一种信仰，这样他受孔孟之道的这个行为思想这样的宏观信仰的这样的一种教化，所以他就有了自己的一种行为标准行为。比如说他们也是倡导绝对不偷盗，孝敬父母，忠君爱民所以说宏观的这些概念的话，它也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呢，其实就把自己的精神追求放到了他所学习到的一种高度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人生状态。最后大家觉得说这个状态我也要就是孔孟的教化就是这样，我也要。那比如说学佛的呢，就是以慈悲为本的信仰呢，有很多人学了之后说这个更高，我要。也有人说我啥都不信，我就相信医疗医药为大众服务，能够直接救出疾病，所以我信医道。这也是一种信仰和追求，它只是也没有形成一种宗教修行咒语对，它也没形成一种教派，但是形成一种学派，叫医疗学派而已。所以这些它都是有这种思想高度的。那这个时空的转化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就在当今的这个世界当中，今天你去到我们亚洲或者是南美洲，甚至是非洲，非洲更多一些，就是比较经济落后没有钱买得起电脑到现在很多国家那些学生很多孩子都没摸过电脑。可是我们在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尤其是在北美或者欧洲几强国的这些学校之中，哪个孩子那个玩电脑都玩的那是滚瓜烂熟的就像比专家都厉害。那所以就是这个环境就使人对世界的认识，乃至到精神世界的认识，也都是随着他的这样的知识的程度，还有引导还有政治、军事等，都是分不开的。说他一个传统的地方的一种部落的信仰，如果他的这个部落长，他的部落长就是他的土皇帝，他就是给大家灌输谁要弄高科技的东西你死神就靠近了你，我们的神就不护佑你了
如果他们也故意给弄死2个的时候，最后大家远离科技的概念，那所以他的思想呢就不可能开明，对不对？请问他能有多高的见地和追求吗？就没有，只能说只要我卑躬屈膝，我把我的酋长哄好，我就有饭吃。什么高大上的追求什么考世界名校啊，这些那都天方夜谭，与我没有关系。什么慈悲与仁义道德，那些都是骗人的东西，甚至他都没听说过。可是今天到了一些发达地区，什么耶鲁呀、哈佛啊、斯坦福啊，这些超级一流的大学当中，他们又追求的又是什么？科技达到是引领世界潮流的科技。他的哲学思想是说，去利益社会、利益众生的人，你才可以进入我的学校，是吧？不光是这样的一种分数高，我还有一种对社会的一种责任感。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那个时空。你在这样的时间状态下，那你在这样的地区、这样的国家，这就是空间。现在再简单来说，就是你的生活大环境就是如此。咱们比如说刚才讲的，在最落后的国家的，他的皇宫生活，那又不一样。孩子们，每人一台电脑，请美国的老师教你，你还会说5种语言，是吧？这个国王对他的孩子要求可就是最高的教育要求，他什么都信，他知道这个东西能通向世界，学好英文能走遍世界，知道整个国外发达的这种经济情况和什么民主自由，这世界政治的分布，他全都了解。对，反而他们的皇帝和酋长他是最明白的，因为他明白，他才可以统治那些不明白的人。对，所以这个也叫环境造人。对，中国人说时势造英雄，我说时势也造狗熊，时势也造流氓。也叫什么叫时势呢？环境造英雄，环境造流氓。环境能将你变成好人、坏人或者是不好不坏的人。所以这个佛讲的这个人的这种没有这种定性就是在这里，因为你是会随着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的变化而转化。当我们的心识为了生存而没有定性的时候，所以第一叫不知善恶，所以就会造出很多的伤害的行为，而产生伤害的业。但是呢，也有很多懵懵懂懂的也行了善，这一念之差，我要了一块饼，是吧？他快饿死了，最后剩下最后一口气，他算了，这块饼给你吧，把他救活了，是吧？你不一定是绝对的高明的善，但是就是叫人性之初的那种萌动的善这也是做功德好，再接下来我们继续讲讲佛经最后作恶有这个恶业，行善有善果，为善为恶，着境而生。听我前面讲了那一番话之后，其实佛在这说明了，你是行善行恶，其实是这个环境使你行善，环境使你行恶，就是这样子。轮转五道，暂无休息。其实一种就是人性随波逐流的这个状态它一直永远不停留。就像每天的太阳，它必定从东方出生，从西方降落，从来没有一刻的停止一样，一直是在流动滚动中五道就是时空的概念，大时空的概念对，五道或六道的这个大空间的概念当中，轮转不停，从不停歇包括说善恶行为也从来没有停歇。你看很多人说，我这今天没钱，我躺在家里休息可以吗？你不敢停，对不对？很多人说，等我一天失业了之后，我再学佛法，你失业之后学得了吗？学不了，那就快得死了差不多了，你精神像死了一样，就被惊吓到了，所以你也没空学。还有一天是退休了之后学，可以吗？很少有人可以，尤其是退休了前3年了，每天
像那个猴爪子一样，抓到这儿抓那儿，就是心不定啊。因为忙碌了30年以上，忙惯了，突然一停下来之后，真不知道干啥好啊。当越没事干活的时候，不想干，嫌太累；等一旦没活干了之后，总想找点事儿干，但是他的心定不下来。就是人的心就是这样的，没有一刻定下来。当要图安静的，又想出件事来，总能想出点事来折磨自己，总能让自己的眼耳鼻舌身意加手脚都忙起来。就是没钱了，为了赚钱忙；有了钱，是开始投资忙。等最后把投资投光了之后，一堆忙着说把钱追回来，就像到了赌场一样，反复轮转在5、6道之中啊，迷茫障碍，这就是我们众生干的事儿，是吧？你这过一天真正的心稳若磐石的那种心态嘛，有也是叫片刻之间，还是假装出来的。我再接着讲哈。好，经文哈，正如同这个鱼，海里的鱼哈，在哪里游呢？在网里头游。对，鱼在网里头游，因为其实6道以内嘛，它每一个道都有它一个范围，就像今天说一个湖一样，你这个鱼有多大本事，你还是在这个湖里头，你不可能我在沙漠上又跑了2圈，这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不管这个鱼多厉害，在水里头，你其实是就在我这个小圈圈里头，你没有哪里都没去。所以人的这种挣扎哈，这个状态就像鱼游了半天哈，自己说哇，我已经游到天涯海角了，你会从天涯海角又游回来了，你没忘掉吧？你还在一张网里头游，就是你以为是解脱了，其实没有，你还在网里头，没办法逃脱。像这样的众生啊，我呢是日夜都替他们担忧呀。这是佛给这个地藏王菩萨在说的这个对话哈。你累世所发出的救度众生的大愿，广度这些无量无边的有罪业的6道众生，你一直有这样的大愿，而且真的还是身体力行在做又是化身无量去做的话，那我还能有什么忧虑呢？也就是我其实很放心的。这是佛给地藏王菩萨的对话，很感动。说这话的时候，在这个来与会的众神之中有一位大菩萨，他的名字呢叫定自在王，这是菩萨的名号很恭敬地问佛说：地藏菩萨从过去以来都发了哪些大愿呢？有这么不可思议，令佛陀您那么热情地去赞叹他、赞赏他，能不能请佛您给我们简单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这时世尊就是佛陀了，回答定自在王菩萨说：你好好听吧，我会慢慢给你说清楚的。说在过去无量无数亿劫，一个劫的话是多少年了就数不清了，就是无量无量数以前了。那个时候有一尊佛，他的名字呢叫一切智成就如来佛。那么他和佛祖释迦牟尼的那些状态和称呼是一模一样的，天人师调御丈夫等等的，就是说功德无量智慧具足法力无边就是大概是就这么个意思但是呢，这些称呼呢是在佛经之中，凡是说这个人成佛了，就具有和佛其他佛一样的那种状态的时候，都会用这几个名字，而标贴在那位成佛的人身上就是一种惯性的说法，就是无所不能的佛，就是这个意思。那这尊佛呢，他当时在那个世界，他的寿命还为6万劫。6万劫我可以说是多长的寿命的，几乎就是和这个宇宙共同存在，所以我们就不用去特别计算这个佛到底多长寿命，就是无量无量的长
这位佛，过去的时候呢，在这个没有出家修行之前呢，他曾经做过一个小国的国王，而且与他的邻居国的那家的国王都是特别好的朋友，但是心地还是比较善良，都想能够很好的利益他的国民众生。但是这个邻居国的这些国民呢，经常干些坏事儿，造些恶业，比如说烧杀抢掠坑蒙拐骗，就是人就是犯这些罪嘛。所以这个社会治安特别的差，但是国王又特别好。因为这个原因呢，是两个国王商量呢，看看能不能想什么好办法帮助教化他们这个国民，对，来改变这种状况。接下来怎么改变呢？先是一个国的国王，他就开始发愿他这个发愿的原因就是想改变他人民的那种罪恶的行为状况。结果他的改变的方法呢是发愿愿自己早日能成佛，之后我度化我国的这些不良的众生让他们都能得解脱，有大智慧，就不做这些恶了嘛。这是一个国王的愿望。那么另一个国王的愿望呢，若不能把这些有罪的这个众生全给度化的话呢，如果达不到这个状况，我就不成佛，说非把他们全教化好了我再成佛。你看他不同的愿望，这两个国王好，接下来呢，这个原文就回到了又是这个现场了释迦牟尼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一个国王发愿早成佛的，那么他呢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只要用如来或者佛或者世尊这个词的就是佛。一个国王发愿永远去度那些有罪的众生的，而不愿快速成佛的那一位，就是现在的地藏王菩萨。又在一个过去的时空中，都无法说那个时空是一种什么年代了有一尊佛又出现了这个世上，这个佛的名字呢叫清净莲花目如来。这尊佛的寿命长达40劫也别问到底是算他人间的命是多长了，无法算，总比地球的命要长很多在佛不在人世间的这个时代，佛把它另为一个名字，就是这个真人不在这个世上，叫做相法时代。相法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就是众生只能看到佛塔和佛像这样的东西来代表着佛。在这个相法时代呢，有一位罗汉，他呢一直在普度众生。在他的这个对众生的教化之中有一次遇到了一位女子。这位女子呢名字叫做光目，光亮的光，目光的目。这位光目女呢就准备了许多美好的食物来供养这位罗汉。那么通常罗汉就是指这位修行人就是有境界造诣的修行人。从来供养的时候，一般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需求，或者一个障碍，人们说是不是孩子生病了，老公生意不好，什么等等的，就是总有一点事儿来问，对，或者希望得到护佑。所以罗汉就问你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呀？这个光目女呢就回答说，我母亲呢去世不久，我想为我母亲做一些功德来超度她。我还特别想知道我母亲死后现在哪里了。其实很多亲人都是这样，去世之后都特别怀念，会有担忧他你去哪里了对吧？他不像说买一张票去了纽约，去了伦敦那么直白，是吧？就这个魂儿变成个灵魂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了，不知道登上哪列火车和飞机就特别担忧这位罗汉呢就比较同情怜悯这位光目女，之后入禅定，用天眼来寻找光目女的母亲在哪里。很快有了答案，就说你妈
我发现了，就在地狱之中，受非常难以忍受的罪苦，正在受惩罚。看到这个状态之后，罗汉反而又问光目女说：“你妈活着的时候干什么营生的？她干过什么事儿啊？她怎么现在在恶道地狱之中受那么大的苦呢？”光目女回答说：“我母亲生前这有个毛病，专门爱吃鱼、虾、鳖、蟹之类的海里、水里这些动物，而且还特别喜欢吃这些动物的籽儿。比如说鱼，通常一个鱼肚子一大把鱼籽，就是至少几百克、上千克的鱼籽，是这样子所以他就是以吃这些东西，并且非常喜欢，是吧？一个鱼肚子，大鱼肚子一破开多少籽吧，对吧？他哪还数得清多少啊？这一辈子的事儿了，吃了一辈子，他数不清了。所以尊者您发发慈悲可怜可怜我的母亲您看用什么方法能把我妈给救出来？这是光目女也挺有悟性的吧？因为掉到地狱了，知道就大哭一场就算了嘛。他这求情说能不能把他救出来？真是找对人了。罗汉呢，为他的孝心所感动了，就给他想了一个办法，所以就告诉他说：“你呢，应该用一个最恭敬真诚的心，好好诵念清净莲花目如来佛的这个名号。这还是最棒的。还有更棒的呢你呢，如果找人塑造清净莲花目这个佛像来供养，实在不行就画像也行来画像供养，甚至是给你的亲戚朋友也都供养的话，所获得的这个功德就能协助我救你妈出那个地狱，你妈就解脱了，不是？这就是用这个方法告诉光目女的。光目女听完罗汉的这个指导之后，很快变卖家产，她要花钱呢，得请人画像塑像变卖家产，卖了她心爱之物有些女孩嘛，有些首饰全卖了她，用这些钱财来请人塑像画像，画这个清净莲花目如来佛的像，之后又用非常虔诚恭敬的心礼拜供养莲花目如来。一天半夜的梦里头，光目女就在梦里头看到了佛来了，全身金色，冒着金光。这个金光的光有多大呢？像不可思议的最高的山一样大呀，放着就晃晃晃的大光明，没法描述的那种光芒和伟大。佛呢就在梦中告诉光目女说：“你母亲很快就托生到你家，而且说出生之后，刚觉得冷和饿的时候，马上就能开口说话，也就是说生下来就能说话。”过不久光目的家里头他的一个婢女生了一个孩子，婢就是他家的女丫鬟。这个丫鬟呢生了一个孩子，不到3天就能说话，而且呢还能低头来行礼，用这个很悲切的目光对这个光目说话。很奇特新生婴儿就能说话。就是他那个转世的妈说：“你在这个世间它就有因果这个规律，你做善事得好报，做恶事得恶报。说你看我吃过那么多的鱼虾鳖蟹，所以我堕到大地狱了。不管好坏的果报都是报在你自己身上，你自己去承受，所以叫果报自受。我是你妈，我呢已经长久没见过什么光了，那个地方是没有日没有月的这个地狱没有光亮，光挨揍了。那用各种的方法来惩罚他。自从我死后以来一直掉在各个最大的最苦的地狱之中，受着各种的折磨。这个小婴儿继续对光目女说：“对，感谢也承蒙你的福德我沾光了，才能在今天现在投生到这里来。因为过去的罪业，但是又加上你的这个福德果报呢，我才能够从地狱出来地狱出来转世为人是不容易的，所以光目女是有很大功德的人所以他的妈生他的妈，借着他的女儿的这种功德福德，才能够脱离地狱。可是转世过来之后呢，因为有罪过嘛，是吧？成为一个所谓下贱女人所生的孩子，他要受苦
而且呢寿命很短，只有13岁，因为他知道这是他的果报。那死了以后呢，还会堕入到这个恶道，就是地狱之中。你既然已经把我弄出地狱了，让我转世，虽然成为下贱人，也总比地狱里好啊！你想想办法，把我别再进到地狱去了。哀求这是光目啊。光目女听到这个转世的婴儿，这位妈妈婴儿说了这番话之后，当然非常确定这就是他妈的转世啊。这个要不然呢，别人不知道这些事儿啊，所以非常相信这一点，因此呢，就更加伤心啊，哭着对他妈说：“既然是我母亲的转世，就应当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造了什么业，才堕入到这个恶道之中去啊。”这个婢女的这个生的这个婴儿啊，说因为犯了杀生和辱骂诽谤的罪业，才受到这种果报。正是因为你用供佛、念佛、做功德得来的福报来救了我，我现在才能暂时出来，否则的话，我是永远不可能离得开地狱恶道的。光目又问这位婴儿说道：“地狱的罪报情形都是什么样的呀？你给我说说看了。”这个婴儿说：“哎呀，千八百年都说不完，我在那受了多少苦呀，太多太多了，都没法说呀。”光目听了这些话之后啊，放声痛哭呀。完了之后就对着苍天何时就发愿的内容是这样：我愿我的母亲能永远脱离地狱，她此生的这个寿满了13岁之后，应当消去这样的罪过，永远不再经历三恶道。一切诸佛呀，请你们慈悲啊，来怜悯我呀，来同情我，来可怜我，听我为我母亲所发出来的大誓愿，好不好？如果让我母亲能够脱离三恶道，还要脱离下贱的身份，还要永远脱离女人的身体。在古代，很多女的各种的原因，她不喜欢自己是个女人身，她又继续加强她的誓愿，又在说：愿我从今天起，直到今后的百千万劫，以及所有的世界，以及一切的地狱，一切的三恶道中的一切的这些有罪的众生，我发誓要救度他们，使他们永远脱离地狱、畜生、恶鬼这三恶道，一直等到这些众生都能全部都成佛觉悟了以后，我才去成佛。你这个愿望好大呀！等发了这个非常广大的誓愿之后呀，就听到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告诉他说：“光目啊，你的大慈悲心为你母亲发完这么大的誓愿，由于你发出来这么大的愿力来改变你母亲的因缘业力，我看到你的母亲当这个13年的寿命结束之后她在转世再能超生成一个修行人家，叫梵志。这个梵志的概念呢，就是苦修行的人，其实也叫修道者。这位修道者呢，他的寿命是100岁，再之后再转世到无忧国土，就是极乐世界。他可能指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不可限量。因为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寿命就其实和佛一样了就是无尽头的在这个漫长的日子里勤修佛道，最后这个光目的母亲最终她一定会成佛，同时呢还度化了无数无量的生命，多了多少呢？就像恒河的沙子一样多，这里头包括人和一切众生。这个时候就回到了忉利天释迦牟尼佛讲法的这个现场了。那么佛对这个定自在王菩萨说，当时这位用这个福德来度这个光目女的这位罗汉，他呢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
这个无尽意菩萨呢，在好几本经书之中啊，都是为众生请法问佛的。所以无尽意菩萨这个名字是非常的响亮，功德无量啊。那么光目女的母亲前头爱吃这个鱼螃虾蟹的这些东西又入了地狱，又转世成一个短命13岁的婴儿，是吧？这光目女的母亲就是现在的解脱菩萨。我估计解脱菩萨就在当时大会的现场，你看修成菩萨了而光目女是谁呢？她就是现在的地藏王菩萨呀。地藏王菩萨呢，在过去久远的这个时代里头都是一次一次的大慈大悲的心救度母亲，为了救度母亲，又发出了永恒永久利益一切众生的大愿望。在以后乃至到遥远的未来世中若有哪些不行善的人，或者专门作恶的一切人还有那些不相信因果的，这个邪淫的、妄语的其实就是挑拨离间、胡说八道的，还有恶语中伤的挑拨是非的，甚至还有这个诽谤大乘的，说造这些业的众生都必然会坠落到这个地狱之中，也叫三恶道。大乘和小乘的差别呢，略讲一点小乘呢是以修禅为主，但是呢要消除自己的贪嗔痴慢疑的这种妄念心的，就是最终修到什么呢？无欲无求。当然不止这一点还有一个很高的境界，那么他们最终成就叫罗汉。但是罗汉不等于佛和菩萨。那在这个修禅法的这个时期，也在今天南传佛教也叫做小乘佛教也叫做上座部佛教当中是不太承认菩萨的，几乎所有的菩萨像都是长发像。他这里也有男有女，因众生的需求，他的形象是变化的，也就是身份不定，但是心定心怀就是像地藏王菩萨的利益众生的大慈大悲之心，但是他的形象根据众生喜欢接受的样子，他就是有所改变的。所以呢，我在总结呢，就是小乘的呢是以禅为本，禅和境界为本，叫无欲。禅和无欲就是我不贪欲，我不贪欲，因为我看清这个世界了，所以我不贪，我不贪财好色，我不阿谀奉承，我不坑蒙拐骗，我也不去发财但他看透了这个世界了，所以他就是把我自己度得清白了。而大乘这个呢，就是以愿望和利众，大愿和利众，是以行动派为主。那你更喜欢哪一个？这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了，所以我是两面都喜欢，但是更喜欢的是大乘的利益众生的菩萨们。但是如果有人有点这个善根的话能有缘遇到善知识的指点，就是好因缘的人指点你，能够劝有缘的人，就是能最快速的去皈依敬奉敬重地藏王菩萨的话，那这样的人就从三恶道之中就解脱出来。怎么有这么大的功德与能量呢？因为地藏菩萨救度无数无量的一切众生，包括天人很多都是他度的。对，所以他的功德能量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只要去皈依恭敬地藏王菩萨，我们就远离了三恶道了。这是佛所说若是有人能够恭敬赞叹礼拜，用各种方式供养，比如说供养香花、美丽的衣服、宝贝珠宝，还有美食，这样发心供养的人在未来一直到永远的无量劫之中，就是未来的一切时空之中，就会升到天界，
永受所谓天界的幸福和美妙。即使这样的众生当到了这个天国，他天国的福享尽了之后，或者说不愿在天国待着了，这太美了，所以我到人间再待一待。到了人间之后，还能够若干次的，都数不清的多少次下来去做国王，而且呢还能够知道很多人类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历史以及未来。他能通宿命嘛？宿命就是他一看你这个人就知道说过去你是谁，未来你还能干啥。一看这小孩未来能不能成才他就天生就有这种能力。其实很多特别能干的人，他确实有天生的一些超常的能力，他才能成为一个杰出的人确实人和人是不一样的大家听懂了佛在说定自在王这位地藏王菩萨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与神力他广泛的利益一切众生。你们这些菩萨们应当好好牢记我现在所说的这部经的内容，而且还要广为流传这是非常的重要定自在王菩萨呢，恭恭敬敬地回答佛说：“佛呀，请您放心好了，不要有任何顾虑。我们有百千万亿的菩萨们我们一定是有共同的心意，能够承蒙佛陀您的神威在人世间中广为流传这部经典，这才是真正利益众生的经典。”定自在王讲完这些话之后，起身合掌行礼，退回自己座位去了。言服众生业感品第4。这时呢，天界的四大天王从座上站起来，合起双掌，恭敬的行礼之后，问释迦牟尼佛说：“世尊地藏王菩萨从远久劫以来呢，一直到今天发了那么大的宏愿，度了那么多的人，可是为什么地狱里头还有那么多人没给度掉呢？这是怎么回事呢？请您给我们说说。”佛告诉四大天王说：“挺好的，真实在呀，你们问的这问题都是实打实的问题。我现在为你们说说，同时呢，也为未来世界的有缘众生能说清这个事儿，大家就会受益的。来说说地藏王菩萨来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如何运用他的这个大智慧、大神通力来救度这个世人的方法，还有慈悲怜悯度脱众生的。”四大天王说：“非常感谢世尊，我们乐意听。”佛就告诉四大天王说：“地藏王菩萨从远久劫以来，一直到现在一直辛辛苦苦在度化众生，一直到现在还没完成自己的大愿。因为菩萨的大慈大悲的心不愿意看到众生受苦，同时也看到未来无量劫中，就是未来的长久的这个世界时空之中因为这个众生作业的这个业，他那一生没有完全了了。在我的理解呢，还有他的贪嗔痴慢疑的这个意识，其实并没有消除呀。你哪个出生的孩子等长大之后，几乎都是贪财好色无恶不作，就是有教养的人，不直接杀生抢掠，也会能够自我贪执一切以我为中心还是这样子的。但一个人新生人生出来之后，很少这个孩子一生出来他就是一个菩萨，就大慈大悲，很少这样的。先是学会的是自私，要很高境界的学习之后，才可能是有利他之心。所以一般一个人都是先利己，因为我不为自己我会饿死呀。这就是这个一切生物存在的本能所以动物植物都在争，人呢更是争，就是为了自己的存活呀。其实这也是一种叫做六道以内自然的规则，它不争就会被饿死。包括对无论吸收阳光也好，养分也好，土壤也好，工作也好，这个食物也好，它都是要争，为了吃个东西让自己生存下去，所以天天和时时刻刻都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也在作恶，也在杀生，
就是为了养活自己。这份养活自己都已经很难了，但更不要说是养活他人和为了他人了。所以为了他人获得利益和幸福，这作为一个人来说通常做不到的。所以这个地藏王菩萨就是长久若干世以来除了救妈妈就是救众生对，他发了愿就去做，对，一直在这么做，连绵不断的。这个四大天王问，那他天天这么救，为什么地狱还有那么多人呢？因慢，我所理解的根性，就是人类这个世界当中，你之所以转生成为人而不是神，在一般的天界不达到至高无上天界的时候，在6道以内的天界，比如说忉利天，有没有欲望？有吧，他只要吃就是有欲，他那个世界他都有欲，这个欲只是说越高他的欲越淡，所以人类呢更是有欲望，对不对？有欲望，还有很多叫分辨之心，因为有了分辨之心，就有了说这个我喜欢，那个我讨厌，这个我一看我就爱，那个我一看就恨他，你看就有了这个差别，几乎对所有的东西都有了我喜欢我不喜欢。你看人家现在吃西餐披萨，是吧？我吃个大白饼子我喜欢你那个披萨，我喜欢你那个漂亮的裙子，你看我还是穿个破牛仔裤，都是有喜欢不喜欢。所以这个呢是人的根性。所以地狱为啥不空呢？从根来，因为你转世为人既有贪欲，转世为哪怕忉利天的神还有贪欲，因为你没有到那个世界，尤其是东方净琉璃世界或者西方极乐净土，他就没有了贪欲所以他才无忧无虑快乐，而且这个寿命与天与世界与宇宙是同等的寿命。所以回到这个内容之中呢，也因此发这个大愿，要在地球的6道之中的这个世界，我要用各种巧妙的美好的恰当的方法来度化他们。佛对四大天王说地藏菩萨如果遇到杀生的人，就给他们说说这个来世你会因为这个杀生这个行为呢，你会容易短命，有这个报应。那如果遇到喜欢偷盗的人，他们就会受贫穷的惩罚他会成为这样的果报，未来就受穷。若遇这个邪淫者呢，将来做这个鸽子和鸳鸯之类的这个鸟类。今天大家说的鸽子和平鸽鸳鸯以为是一种欢喜，其实这里所寓意是指什么？禽兽不如。禽就是带羽毛的这种小动物兽呢就是4肢爬行动物，而不是什么高贵呀美丽呀，没有这个意思。这就是邪淫的果报若遇这个恶口者，就是说眷属斗争报，说如果遇到这个恶口伤人的，将来他会造成就家庭不和，亲属之间呢互相争互相打，就得到这个报应。若遇这个恶意毁谤他人的人有很多人就是倒闲话，就是污蔑别人侮辱别人，说这种坏话污蔑人的人，他们将来就会得到的果报呢，可能是舌头短，或者没有舌头，或者舌头会烂掉，或者口腔里头总生疮。若遇到这个总是发脾气的人，他们将来就会得到的报应就是相貌丑陋，甚至是身体有残疾，这个报应。若遇到小气吝啬的人，就特别抠门吝啬的，菩萨就会给他讲这个道理，就是你将来你想求任何事你都成不了，所以将来就是你事事不顺。就是遇到这个饮食没有节制的人，胡吃八喝，说戒酒了又喝醉了，说吃饱了之后还拼命在吃，说你谁也不能说我胖。那这个当这个饮食和狂饮没有节制的失控的，那么将来呢就会容易到那种没有饭吃，又饥又渴的这个果报，而且呢还容易得到咽喉方面的疾病，乃至到无法吞咽的果报这可是要小心
这都是很具体哈。若遇到经常打猎而且是故意去杀生的长期打猎故意杀生，就会告诉他，你将来有一天你就会有一天你的精神会失控，或可能就是疯了，狂躁症，甚至是想杀人或自杀，最终不得好报。在早些年10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医生，是个老外晚上周末的时候，因为他其实给人看病也挺累的，这个外国人工作又比较认真，他这个8小时是真累得慌他有时候到了周末的时候呢，就是几个医生朋友走打猎去吧，他不觉得打猎是杀生，他觉得是好玩，所以就走吧。他也不知打过多少这些野生动物了所以有一天看见一只梅花鹿，就瞄准打砰一枪一打呢，这子弹没响他这猎枪嘛，他就说这什么质量换个子弹，换一个子弹上来之后，那个鹿还在那儿没跑呢，鹿没发现他，砰一枪可响了，可响的把他炸得天昏地暗的，那个枪管爆炸了，那子弹没射出去，自己在枪膛里爆炸了那一醒过来之后发现，枪也飞了，就自己大拇指少了一个，就右手大拇指给炸没了。他是医生出身，他立刻清醒过来之后，我的手指头在哪？赶快找回来。找回来，他医生嘛，我回到医院给他缝上去。他那个旁边看的几个医生就吓懵了，赶快帮他找手指头。等找回来之后，就尽快的赶回医院去，给他标准式的缝上。缝上1个月之后，又给他切掉。怎么回事呢？哎呀，把他痛的呀！痛到求死不能求生不行反正入地无门就是反正是没路可走那医生他都熟悉他也是老医生了，说还得切掉吧说要不转个面缝上缝了的时间还疼再转回来再切了再缝上3、4回。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个手指头也就没有了，所以最后中还得切掉。弄几次之后，这个手指头变黑了，就坏死了。如果不把它切掉的话，最后可能切这个手臂的。就是这个手指头没了，我怎么认识他呢？他还疼。一般止疼药根本没办法，所以给那个癌症晚期疼痛的人用的那个海洛因什么之类的，杜冷丁、海洛因之类的，那个胶贴贴在这个手臂上。止痛像吸毒一样，最后他就染上毒瘾，说几小时必须换一这一贴，这个药吸的没了，吸了就再贴，再继续，那就用其实麻醉的方法让自己感觉不到疼痛。那么我认识他的时候，这件事情发生了4年了，没有一刻不痛的当然好消息是，遇到我之后，我呢先给他念佛，完了之后我给他用法力治了3回，他的疼痛就消失了。但是呢，疼痛不痛了，但是贴这个毒品呢贴上瘾了。他说不贴的难受，不贴就光想打人要发疯，就这个弄的他们给他减量还就受不了。你说这都是杀生，他杀了多少生他枪法准这是我认识的，恐怖吧？我还认识一个特别熟悉的，是一个老弟子老郭女士当时我30多岁，她可能60来岁了，所以我们叫她老郭她家是东北的，她那个地区她的家乡就大兴安岭后头大树林子，她父亲就是个猎人，她父亲到73岁左右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就疯了之后经常是光屁股往外跑完了之后跑的时候手里拿个东西，就是一把猎枪他们家人就得跑着一个把他追回来如果弄不好他拿猎枪就打你。有一段时间呢他那个犯病犯的比较轻，就是基本正常，说过年了亲戚朋友都来了，爸爸的妹妹过年回娘家来看他，他说老哥哥身体不太好，脑神经不好，来看望看望，安慰他一下，是不是就好了？
他给人吹牛，你说我那个猎枪双管猎枪，是吧？我都不用瞄准，啪一，是吧？这一甩那个枪的方向，那个动物就给撂倒了。这你看我枪法多准啊！那小兔子机灵不好打，对不对？它小啊，体积小，我一样，只要我对准它，它就跑不了。哎，可能也是真的吧。哎，他说就拿那个专门就是擦枪的那种长条筒，猎枪子弹是装到枪管里的，里头有没有子弹你能看得见，子弹现在没有啊，因为它封了，子弹早藏起来了，对不对？他在擦枪管呢，拿那个小木棍不是小棍子，铁棍就捅那个枪管在擦，根本就没子弹，对不对？啪，合上之后说，嘿，就是对他妹妹说，你就是那条大野猪，我啪一枪，结果那个枪就真响了，把他亲妹妹当场肚子打个窟窿，当场他妹妹痛苦而死。一看把妹妹打死了，他那精神病又犯了，又光屁股跑了。哎呦，跑到哪里？跑到山林里头，像小兔子一样趴在树下，往树根底下拱，往树根底下钻，见洞就往里钻。啊，他一发疯就是说，你杀了我一家30多口啊！就是你能感觉是有的就像一个兔子来报复，有的像一个梅花鹿来报复，有的是狼来报复。他发出的声音、表情和说的内容都是不同的动物被杀的那种对他的报复，也挺奇怪的哈。这种病，挺奇怪，我们也不太好理解啊。就像佛所说的这样子，哎呀，真是。并且很麻烦的什么呢？老郭的有几个孩子啊，身体还凑合，可是他这几个孩子结了婚之后，他的第3代，他的外孙女，几乎身体没有一个好的，都是先天性的一些严重的疾病，非常的恐怖，它会祸及到后代这件事情。哎呀，所以啊，不能去刻意的去那么多的杀生。你平常餐饮之中有了一点肉已经很奢侈了，千万不要再刻意杀生。好了，再接下来哈。所以，如果在家违逆父母、打骂，甚至是伤，或者是害，或者杀死，将来会遭到天灾的惩罚，比如说打雷啊、地震、掉进水里啊、屋顶塌陷啊，甚至是从天上飞来个石头等等的情况，都要你的命，叫天杀，叫被天杀啊。所以这个要非常小心哈。现在很多孩子哈，违逆父母，小时候不懂事就算了，你现在懂了事之后，就千万别这么做啊，会遭天杀的。就是若遇到故意烧毁山林的人啊，这个罪过大了。一个是树木花草都是生命，说众生，大家觉得是全世界所有的人嘛？人只是众生之一而已，是若干种众生之一啊。这些草木都是众生，这是第一种大类的啊，就是植物类生命。那一个大山林，那多少植物呀？第二，要有多少的动物和昆虫依赖在这个树木、山林、花草之中啊？所以，一个山林被点燃之后，这个生命啊，被杀的是无数呀！一座大山就杀死无数的生命，所以这个也很严重的罪过。就是说，将死会，比如突然精神错乱啊，什么癫狂，最终导致因为这样像精神病发作的死亡报应。若遇到无论是亲生父母或者养父母残酷的虐待孩子、虐待子女，说将会到转世后反被子女打骂的报应，那么来世可能投身到畜生道。有很多不能打骂父母吗？他是这样的转世：如果你转世到成为一个农民家的耕地的牛呢？你不走路，不耕地，通常上去就是一鞭子。很少有人把大牛当宠物养，对不对？你在贫苦的国家，那狗也没有人是成天抱到怀里
专门为这个点心那个干粮，那不可能的。就是成为畜生道，一定是受罪的啊。这里是指的是为父母者，无论是这个孩子是你亲生的，还是后养来的，你不能故意的用残酷的方式去虐待子女。如果虐待这个，未来你转世之后，会成为子女合法的打你，就是你成为他的动物畜生啊，打你没人管。但是你心里话，比如说你成为一个老牛，我是你妈或者我是你爸，那谁知道啊？你发出音只是哞一声啊，对不对？一样挨打。这若遇到这个用种种的不同的工具捕猎各种鸟类的人呢，要为他们讲述将来可能有骨肉分离的这样的报应。乍一听骨肉分离，就觉得没有啥吧，我都不敢讲，太恐怖了。但比如说，是吧？光目女，她的妈妈转世，你好不容易养大，刚大一点，才13岁死了，这也是骨肉分离吧？对呀。或者被人绑架了，对呀，还有很多小孩子长到几岁被人给偷跑的，都有啊。对，这个很可怜、很恐怖的事儿啊。这个若遇到诽谤佛法僧三宝的人，就会可能眼瞎、耳聋、哑巴等因果报应啊。这千万是嘴下积德呀！你可以不信，但是不可以诽谤啊。佛法僧三宝以及好的修行人，在原则上说，你就不能有任何理由去诽谤任何一个人啊！千万别，你都会得因果报应。这何况是修佛法的人啊！修佛法的众生通常都是心地慈悲善良的人。今天你可能有权利，你可能有势力啊，去惩罚他们啊，辱骂他们，冤枉他们，但是你会遭报应。我们那些砸佛像的人有一个得好报的吗？我们所知道的那些都是疯子，对，并且对他后代而且还不好。就是若遇到这个藐视佛法、怠慢佛教的人，将会永远的不会脱离地狱和三恶道，永远脱离不出来的。这个是很恐怖的。这个三恶道里头没有一秒钟是好时间，全是受到极度的痛苦惩罚。若遇到故意的损毁或私自占用修行者的财产，或者包括偷盗哈，还有这个三宝，这是佛法僧，就是比如说寺院的僧人的修行人的这个财产的人，说呢，就告诉他，你会在未来永远千百万亿劫当中，永远轮回在无间地狱。那也就叫永世不得翻身与解脱呀，没什么东西可以给你，让你把你给赎出来的，啊，就是这么大的恶果。所以大家在诽谤修行人的时候，你也要明白一点，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若遇到破坏僧人，无论是男僧人和女僧人清净的修行，这是指玷污、奸污、奸淫等或者是破坏与污蔑的这个修行人的，将会永远轮回在畜生道乃至到地狱。若遇到用开水、用火、用刀斧伤害生命的人，将会轮回流转，相互烧杀的报应。这个很惨了，就有点像那个江湖剧是吧？今天你把我杀了，把我爸爸杀了，我要练武，我要报仇，明天我去杀你结果他爸爸被我杀了，他儿子又来杀我
轮回果报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但是你也不觉悟，就一直相互残杀下去，最终的结果呢，就是两败俱伤啊。若遇到破戒破斋的人，将会投生到禽兽道中挨饿的报应。若遇到浪费的、不知道节约的人任意挥霍的人的未来呢，得到的果报是什么你所求的都没有，那这是贫穷至极呀。若遇到这个自高自大的、仗势欺人的，将来可能转生成为下贱的人，任人使唤，任人打骂，这样的报应。若遇到了这个挑拨离间、拨弄是非或者凶悍骂人的，将来呢就可能会成为这个没有舌头或者是以蛇为生的畜生道中去，这样的报应。比如成为这个蚯蚓呐，这个黄蝇鸟啊，鹦鹉学舌呀，就是它靠舌头谋生，或者没有舌头的。这就是若遇到这个有邪见的人邪说邪见的，将来呢你就会到那种非常的偏僻偏远、荒蛮不开化的，又没有文化，又没有饮食，又没有足够的生活的这个环境。像以上所说的这个地球上的众生由于这个身口意，身就是行动嘛，口是说嘛，意是思考身口意三业所造成的这个果报恶果，形成百千万种不同的这个报应，太多了每个人因为这个果报不同呢，所以所受的苦也不同。所以这里呢是大概的介绍一下，像这样的多种的多样的地球世界的这个众生就根据造业情况的不同，刚才我解释了因为会得到不同的果报嘛。地藏王菩萨总是以他这个大慈悲、大智慧和神通力，千方百计的去教化、引导和感化他们。凡是犯了以上种种恶业的众生，先是受到像上面的种种的报应，之后还要被堕入到地狱中去，经史无数的大劫都不能出来因为罪恶大呀。所以当受了这些果报之后，还要进到那个地狱中去。也有些地狱是出不来的，所以永远永生的出不来。佛说，所以四天王既然要担当这个护人护国的职责，你们就应当协助地藏王菩萨一起来教化度化众生，不要使这些众生被以上所说的种种的罪业来迷惑住他们。四天王听了以后禁不住热泪盈眶又非常欢喜恭敬赞叹地藏王菩萨不可思议的大功德，又之后恭敬向佛行礼告退，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师父好，前面经文里边讲，有的佛寿命是6万劫，还有的呢是40劫，但是我们也有一种说法是佛无所不在，可以请师父解释一下，佛的寿命还有佛的无所不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这个问题真是很好很好。就是真正想学佛的人，我相信也都有这个真正的这个迷惑在里头，就不知道到底这个佛在不在。比如说释迦牟尼佛在人类的历史上，在2500年前出生对，活了80多岁，这是有历史记载的。那么之后呢，他这个肉体还是他也就在人间显示出去世了。那佛呢在说的叫圆寂涅槃。像佛教所说的圆寂这个词呢，这个寂是回到绝对清净的状态了，圆是圆满。那涅槃呢，涅槃反而是永恒，就是回到它应该属于它的那样的一种永恒的，可是叫做无所不在的那个生命的状态，才是那个涅槃的状态。
所以呢，它真实的存不存在的概念是指，它不但存在，它当这个肉体不能动了之后，反而它修炼成的那个境界是变成了叫无所不在。其实就是他的生命没有死的那一刻了，而是与整个宇宙共存，就进入到这个状态。所以在有不同宗教的人也是说，你们的佛有人类的母亲生下来之后呢，这肉体就去世了，就不存在了。这个是连佛教徒很多人都不知道的一件事情。他修成佛的结果就是永远的存在，并且永远的存在，还永远的帮助有缘的众生。这就是佛的状态，这就是佛真正的那种状态，而不是死亡。那个所谓那个相法时期，是佛与人类这个世间众生的一种新的教化的方式。也有人说，看到佛像的感觉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是胜过佛在世。我们今天假设说，我们今天假装我们是一个觉悟的人，是吧？你跟我有事你问我，我们两个肯定要对谈。比如说我回答你的问题，你就说你的对不对啊？但是如果我是一个像，我不会动，就是石头像，你问我任何事儿，我永远对统一一个表情，连表情都没变过。你可能就哇，感恩太神了。你可能感觉哇，我发麻了，我好像得到启发了，对不对？你是在一种叫自我自觉之中。但是当我们无论多高智慧，当我们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之间的智慧差异越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说不到一块儿，对不对？还有一个，当我和你一样，像一个人一样进行对答、问话、交流的时候，你可能没有那种尊敬感，你反而就觉得你说的难道就是对的吗？所以当有人和他对答的时候，他不一定信任你，当不能对答的时候，又有像的时候，他可能有一种敬畏感啊。所以佛所呈现的不同的一种人看他的那种形象的那个状态，而不是佛真实的状态，应该是一个假象。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时候，也许度众生更方便。那你说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度了无量的众生，其实佛教度众生最多，反而是佛这个灭度100到300年以后，可是度人是最快的时候那个时候甚至连佛像都没有。到后来才300年以后，佛陀灭度300年到500年以后，受到希腊神像的影响，希腊商人到了印度，包括今天阿富汗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发现你这个神灵这么神，他如果有个人形的时候，大家也好交流，有个崇拜感了，才开始雕佛像，是吧？就这样佛像出来了，大家与相交流那有了相交流之后，能度人就更多了。说你佛是谁呀？你看在这儿呢为啥不说话？因为神就不跟你说话嘛，你这一句话就行了所以有佛像度众生，比有佛在世度人更多这个接下来就是靠大家的感悟了我的回答就这样吧。感恩师父，我们在这一品里学到，光目女通过供养、诵念佛号、发大愿，从地狱中救出了她的母亲。那说回我们自己，如果我们的亲人有罪，死后堕入地狱了，后人怎么做才能让他离苦得乐呢？这个宏观上我先说概念就是整个人世间的事情，因为我们有因缘、业力、环境等各种原因使得我们对很多的事情是人力所不能解决的。比如说重病了，有时候发现说吃药看医生这个什么化疗、放疗等钱也花光了，人也死光了，是吧？因为很多既是绝症就没得救，对不对？所以光花钱也不行，因为花钱是人可以做的，对不对？
看医生也是人可以做，只要有钱就能看，好不了。还有呢，就是尤其是死亡之后还包括人活着是否吉祥，这些都是人力所不能解决的。就没一个人说我坐车我就不会撞车，结了婚不离婚，没人保证，对不对？但有的时候这种佛力的加持，包括我找到个好工作，找到好对象，都是有可能的。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证据案例都在那放着，就是将本来的不可能变成可能，把本来说这个人可能要死了，结果又多活了若干年，比如多活10年，这个就不是一种巧合，对不对？那就是不得了。对，说这么多的这个证据在这里，这都是神力所完成的。所以呢，当我们的亲人去世之后，他已经去世了，你能给他干啥呀？你的力量，你这个听不到、看不到、不知道，而且没有办法。所以我教大家的方法就是求佛来帮忙。这个时候的佛，尤其是地藏王菩萨，他的愿望是专门去救度，尤其是指恶道众生。这个恶道、恶趣就是指地狱。有罪的人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地狱。地藏王菩萨他的愿望从若干劫以来都没法用地球的年来计，不知多少辈子了，一直在救人在地狱。所以还不如求佛、求地藏王菩萨，将你的亲人给救出来。这里是尤其是讲到前49天，就是新去世49天以内，效果最好。要求佛力来加持，求地藏王菩萨将你的亲人去想方设法可以接引到极乐世界。但是你要做功德，因为他怎么去的地狱呢？是他犯的错太多。那你做功德的方法呢，就首先是心态，就是忏悔知罪。你知罪才能忏悔是吧？说我就没错我就是没错，你就不会忏悔，对不对？你可以替你的亲人知错知罪忏悔。第二个，佛前点灯。第三个，念佛礼佛供养。这个供养的就是供佛像放一些你觉得是吉祥尊贵的东西来供。说实在话，弄个宝石佛也不给你吃了，越供越灵呢，还对不对？只是食物呢，尽量别让老鼠给吃了能放容易比较保鲜的食物比较好一些。对，要有这种供养恭敬的心当然如果通过修行人和修行人道场，那个效果会更好一些。因为这个道场它就是一个磁场，大家应该学过，当时20多年前日本有个江本胜博士研究水结晶的那个事儿嘛，对吧？他在这个修行的道场之中经常有修行人就是在这修炼做法，他这个里头这个磁场就对那个水的作用力是非常强烈的，对不对？包括修行人的声音对水的作用力都是很大的。所以这个道场它当中这个能量磁场是巨大的，所以对于帮助你的亲人解脱和赎罪是应该效果会更好。对，那所以明白的人呢，都会到庙里头尤其是佛教的庙里头，有正宗修行人的地方去供灯、去布施、去供养，是吧？那由新去世的众生往生之后，大家请很多出家师父来诵经念经超度，这些是非常起作用的。我也提倡大家去这么做，好吧？师父讲到了塑佛像还有画佛像这样的功德。供香供花，这个能够理解，就是表达我们的一份心意，恭敬的心。那塑佛像和画佛像这样的方式为什么会有功德呢？这个佛像无论是画的还是塑造出来的，通常你在供到一个所谓洁净的地方，通常就不在家里头，是吧？像古人有家庙，或者他这个村庄的公共的庙，或者是直接是寺庙，是吧？它是有众人来供奉瞻仰，这他就有了佛像就能利众你在家里供的佛像是供你们的
来利益你们的家族。比如说一个村庄有一个人家里头供奉了一尊佛像，这还是小的，是吧？家里头供奉了一尊佛像，全村都跟着沾佛光，大家都受到了护佑。就是这样。那还想请教师父，地藏王菩萨这样一位慈悲的大菩萨，在不同事里怎么总是遇到不明事理的母亲啊？这样的母女缘分，对菩萨来讲，它是一个助缘，还是一段让人遗憾的缘分呢？我觉得呢，从感慨角度来说，相逢就是缘分，就是既然有缘，就都是助缘。第一个概念呢，母亲对他人随恶，对鱼虾随恶，是对修行人随恶，但是对做孩子的，你的母亲就是佛菩萨。他在人间他做的罪过，足可以下地狱，对不对？但是他对你的好就是佛菩萨，他一定是大慈大悲的。他舍不得吃，他给你；对，他舍不得穿，他给你买好衣服。那你自己看，你们家如果有女儿的话，你女儿穿的漂亮还是妈妈穿的漂亮？你想想，如果妈妈比女儿穿的漂亮，我觉得做的不对通常都是孩子比妈妈穿的好，对不对？是父母亲乐意花钱给孩子了，这是因为爱，这是父母的慈悲。那么第二个概念呢，不是因为做父母或年龄大就是一个慈悲的人，不是因为大就能开悟。咱从电影之中你发现老流氓、老骗子、老土匪，比新流氓、新骗子、新土匪要很多了，是不是？所以不是因为年长年老他就成为善人，这个善是要有一个积累学习的过程。就像地藏王菩萨，他在累积着他的情感和他的那个愿望是越发越大，你发现了吗？是吧？实际上救入他母亲出地狱，让他母亲不受苦，最后说我要救一切众生。你看他是在递进这个过程，对吧？你做啥其实我觉得是合理的呀。说你想成为跑步运动员，你跑得比别人快，你经历了多少跑步的这样一个训练呢？比如说成为世界冠军，成为一个国家的冠军，那你都从小跑到大，跑15年都不一定能跑出那个来。好，所以这个慈悲善良，它也是不断的这个累积学习来的。因为人性的本性，它是前头那句话还记得吗？它是随着这个环境而转化的，为善为恶，逐境而生啊。它是因为这环境使它成为善，使它成为恶，或使它成为不伦不类所以我们再说回中国历史上有个故事叫孟母三迁。孟子的妈是个有见识的人，就为了他让他的孩子在这个环境里头得到一个善良的成长环境，最后搬去了一个地方，全是这个爱读书的一群人。这个孩子半年以后会背好几篇诗，好几个圣人的语言，他旁边的人呢都是一些善良文明的人，这最后才成就了孟子的这个哲学思想的成就和伟大，说他就要利益天下苍生。这个孩子也学到了，是吧？所以他才有了这个孟母这个故事流传下来，是吧？还有叫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这个经常靠近刷红油漆的，你也容易沾上红漆，对不对？红色，加上经常接触黑地方的，一锅黑，尤其是中国过去造墨的，你一看他是造墨的，因为我脸上抹的、手上、衣服上都是黑色，就墨色，你就容易沾上这个色。可行为上也是这样子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造人。所以人是没有定性的，那怎么办呢？就要去教化。教化，从菩萨来说就要去教化，从人来说你要学习。这里头我们还学到一点，要愿望，要有一个好的愿望，还有愿望别太低级了。你比如说过去我们的中国人讲，
那时候30-40年前，连万元户都很少，就你家里存款很少有超过1万元的，对不对？所以那时候政府和人民的口号说做万元户，对不对？所以很多人说我的口号就做万元户。等他赚了1万块钱，说发现我有3万块钱的时候，就开始吃喝嫖赌，就发现第一批那个万元户全倒了。怎么回事？他扛不住这样的一种富贵，连摩托车都买不起的时候，他已经跌落下来了，做了很多坏事了。因为他的愿望就是那么低，成万元户。他后来更不要说赚了100万的，赚了100万就疯了，就吃喝嫖赌啊，因为控制不住自己的这种傲慢。我有钱我怕谁呀？当年中国流行，对不对？那当然就不行了，就他的人生就毁了。所以慈悲是学来的啊，慈悲是学来的。还有就是愿望别太低啊，而且不是金钱数字的愿望，而是高尚情怀的愿望，利益社会的愿望，这个才是最好的。今天是到了第5品，叫地狱名号品啊，第5，我就直接用白话讲哈，我所理解和翻译的内容。这时，普贤菩萨对地藏王菩萨说呀：“地藏菩萨，请您为天人和龙族大众，以及未来和现在的一切众生，说说地球上的众生所受的因果报应和地狱的名称，使得未来的大众呢就有所恐惧和收敛。”地藏王菩萨就回答说：“好啊，我现在承蒙佛和您的威力啊，在这里简单的略说一下，因为要细说是非常复杂，是吧？几年都说不完啊，就只是大略的介绍一下。他说，在世界的东方有一座铁围山，这个日月都照不到它，就没有光亮，除非那里就冒出来那个来管理这个恶众大众的那个烈火除此之外没有日月光，你也看不到星星更没有电灯、油灯都没有，你看到的光就是惩罚你的火光，所以那是一个黑暗，所以叫幽冥世界。幽是黑暗的意思冥也是黑暗冥里头还包括是地狱和恶鬼的意思所以通常将地狱称为叫幽冥在那里的众生叫幽冥众生铁围山里面有很多种地狱，有一个最大的地狱呢，叫做极无间，南极北极的极极无间。还有一个大地狱叫做大阿鼻也就大阿鼻，其实它就是无间地狱，就是永无终止之日的那个地狱。那么有个地狱呢叫做四角地狱，接下来很多地狱了飞刀地狱、火箭地狱，还有的地狱叫做夹山地狱、通枪地狱、铁车地狱，还有地狱叫铁床地狱、铁牛地狱、铁衣地狱、千仞地狱，还有呢叫做铁驴地狱、羊童地狱、爆柱地狱、流火地狱、耕蛇地狱、错手地狱、烧脚地狱、淡眼地狱、铁丸地狱，还有呢叫做争论地狱、铁夫地狱、多嗔地狱。地藏菩萨他接着说：“普贤菩萨呀，铁围山之内有这么多的地狱，是无数无量的，都数不清楚说铁围山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地方很多地狱。我还没说完呢，里头还多着呢。就接着说，还有呢，叫做叫唤地狱连呼带喊的，就是叫唤地狱、拔舌地狱，拔舌头的粪尿地狱，里头遍地全都是粪尿。铜锁地狱、火象地狱、火狗地狱、火马地狱、火牛地狱、火山地狱、火石地狱、火床地狱、
火梁地狱、火鹰地狱、巨牙地狱、剥皮地狱、饮血地狱、烧手地狱、烧脚地狱、倒刺地狱、火屋地狱、铁屋地狱、火狼地狱，还有很多很多的地狱啊！哎呀，那是一个比一个痛苦呀！你比如说烧手烧脚的那个火就冒着，专门烧你的手；另外那个地狱专门烧你的脚，还有拔你的舌头，还喝你的血，各种各样的，都是每一个都惨不忍睹啊！地藏菩萨继续说，这许多的地狱都是地球上作恶的众生，都由着各种的恶行恶业所感应而显现出的这业力大的简直是不可思议呀！其大的程度呢，像须弥山一样高，像太平洋一样深它能障碍住这个众生修行的种种善道。就是人有一念善道还没有行出来呢，恶道立刻恶行立刻就会发出来，把那一点点善全给抹杀了令他们永远处于轮回的这个罪业道之中所以这个大家千万要小心，也不要小看那些小小的过错不要以为小过错不算什么，没有什么罪过。要知道一切的罪业结果都是有报应的，哪怕是一丝一毫都不会放过就算是父子亲情够亲了吧，但是他们彼此之间也不能相互代替其中受苦。比如说父亲不能代替儿子受苦，儿子更不能代替父亲受苦，就谁造的业谁去吃那个苦，不能代替。我现在承蒙佛的威神之力，在这里再粗略的解释一下地狱中因果报应的情况请您听一听。普贤菩萨回答说，好啊，其实我早就知道因果报应的这些情况，这么一个连锁的反应为了让后世的众生能够了解因果报应的真实性早点学佛皈依佛道，所以呢请您再为众生讲一讲。地藏菩萨就说，地狱里的罪报是这样子的，这有的地狱呢是拔出罪人的舌头，用耕地的牛来耕那个舌头，你想怎么样呢？大家自己想我这里呢不细细解释，经文里是这样教化大家的，我就这样告诉大家。这有的地狱呢是挖出罪人的心脏，让夜叉来吃，也像恶魔一样的这个生命来吃有的呢用极大的大铁锅煮上满满的一锅水，把这个水煮开之后把人给扔进去煮。还有的呢把这个铜柱子给烧红了，叫这个罪人去抱上去。还有的呢遍地都是大火，猛烈的大火追赶着那些人去烧。还有的地狱呢是冰天雪地一望无边这简直是把人只要放进去就零下280度，就把你冻得死去活来，好不容易再活过来之后再给扔进去再冻。对你想最冷到什么程度呢？人这变成冻的肉干了，一摔就碎，像冰一样脆弱了就会还有的呢那个地狱是到处都是屎尿粪便。还有的地狱呢在这个空中到处都飞着那个铁蒺藜，就这个圆铁疙瘩上头上头都一个一个的尖刺像那种鱼雷一样露着那个尖角那个刺在这空中飞舞来追这个罪人那个砸到头上打到身上，那一个大窟窿那冒血还有的地狱呢这到处都是喷火枪一看罪人过来就喷火这就是烧死还有的地狱呢是这个大铁锤一下一下撞击罪人的这个胸口或者后背，真是没一个好受的。还有的地狱呢专门烧人的手和脚，还有的呢里头有很多铁蛇，又咬你还有勒你的手勒你的脖子钻你的眼睛钻到肚子里去那非常可怕
对，还有这个地狱里头到处都是铁狗咬人，就是真狗咬人已经非常惨了哈。真要那个狗疯了之后咬人，如果没有什么禁忌的话哈，没人管的话，那人都会被狗咬死。那狗要疯起来厉害起来哈，它这个像狼一样，何况是地狱的铁狗哈。还有的地狱呢全是铁骡子，铁骡子连踩践踏你、踢死你、咬死你，对，非常的厉害啊。地藏菩萨接着说哈，这4大类的刑具啊，主要是由4种这个物质组成的。一种是铜，刚才讲的那个铜柱子烧红了是吧？一种是铁，铁蒺藜、铁狗、铁牛、铁骡子是吧？铁的，还有石头的，它就是火，喷火枪。这4种物质呢，也都是我们地球上的这个，尤其是人类众生的行为所引发的这4种物质的刑罚而产生，还给我们众生。若是我详细的说，大家在地狱遭受惩罚的这个手段哈，就会非常的恐怖。众生受惩罚的这个行为，这些刑罚说不完啊，就是这样。好，第5品已经圆满。听到地狱的这些刑罚，真是很恐怖。众生因为无明而犯下种种的罪业，所以才堕入到地狱中受这些刑罚。也想请教师父，那在人世间呢，我们也会遇到不如意、不顺利的事情。那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是也是因为我们之前犯下的过错而导致的呢？对，那我们这个人世间哈，本来就是因为我们的曾经做的错事而产生的这个业力的显现哈，应该叫果报哈，所以使我们的人生不完美啊。确实有很多人一直处在这种拼命努力工作，但是就是不开窍、不开悟，做错事、说错话、投错资、买错房、入错行、嫁错人啊，吃错东西啊，做错一切该做的好事啊。对，其实这些倒霉事哈，这都是我们功德不足造成的。有个网友给我来信，就说我这师父，你看怎么回事？帮保佑我啊！我连着3次这个试用的工作之中，都不到1个月就让给辞回来了，这是走的什么运呢？但是我觉得还是欠缺点做功德。还有一个网友来信，他急了，就说是，师父，这个我的儿子高考，他们全省大概60几万考生，他说我儿子才考了全省的第1万名，60多万考生，他考了第1万名，你们觉得怎么样？这已经好的了，相当好了，就是，所以这样，最后我说看你儿子长什么样，发个照片给我看哈，这全家福，我一看儿子的相貌来说，考这个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就没法说，因为孩子他那个智慧未开呀，能考这么多，这已经忽悠了，这不忽悠的话，我估计是68万名。我们再讲讲这个祖宗英灵的事情。前2天有一个网友来信，说他之前呢，就是大概1个月里头有那么2、3回，就是有鬼压他身动不了，想喊不了，但他能看见那鬼在走路啊，那个鬼影子好几个影子，那晃来晃去啊，他在梦中哈，弄得他特别不舒服。他早晨起来像睡不醒一样，眼睛都睁不开，眼皮都懒得睁。他一描述这个情况，我就知道，这也叫做失魂。谁拿走他的魂呢？祖先。祖先不开心。那个原来啊，他这个失魂与祖先有关系，可能他前世，我觉得一直吹到清代，也是150年前，他就不孝，就曾经在那一世当中，他的亲生母亲因为他们结婚的矛盾的，他找对象结婚的当中不愉快嘛，他亲生母亲为此上吊自杀死了，就是那一世。当然这一世他根本没这事儿啊，虽然跟我学佛，但是你还没有彻底的去为你前世的父母做点什么功德，
对不对？他死了之后，他还没有得到解脱，因为他是自杀死的，所以你要为他做功德，为他念佛，为他做功德，为他点灯，最起码甚至是为他给这个道场多做点什么，因为他这个妈还没有真正彻底解决呢。虽然现在没受大苦，但还是在地狱啊！你要做功德，凭着你自己对母亲的良心，这不是你今世的母亲，是你前一世。所以我们在写超荐牌位的时候，都是写前7世父母，7世乃至到历代祖先历代父母，这是很重要的。对，那么还有的呢，有很多女士头痛或睡不好觉，还有腿痛、腰痛、腿痛、妇科病，有很多是因为什么呢？你那个流产孩子长期他得不到解脱之后啊，他一直抓着你不放的时候，就会让你变成病态。有一些就给托梦给妈妈说，你凭什么把我给杀了，不要我，对吧？他有个怨恨之气不走。当这个孩子尤其是超过6个月以后，6个月他身体基本上长全了，就是比较小，对，他是这样。有的话你就怨恨怎么办？做功德，就是为他做功德让佛帮着来超度，要这样子这几天我们在文化华禅呢，已经接触4位女士寒冰掌。寒冰掌是5公里的，是不是这个不是，是流产造成的。流产的次数多以及呢，当时流产之后身体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养，变成寒冰掌，这有时一辈子不出汗还有呢，那也不是干活累到相当程度，一滴汗都不出。有的是修炼八卦好了，有的个别的修炼八卦都好不了，那怎么办呢？做功德。还有当你有这个寒冰掌的时候呢，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不是普通元气的问题，而是灵魂问题怎么办？做功德，还要避邪气。还有一些和你学恩怨的一些灵魂还有一些冤死鬼找地方等着人你路过我就扶到你身上去，还有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因缘。但是他可以找任何人都可以，不一定找你，对不对？那你还要避这个邪，就是你身上要有法宝。大家在电视上看到吧法宝的话，你像不同教派的有不同的法宝，你看有十字架的有佛珠的，有金刚杵的，还拿着钵的对吧？还有佛像的，这都有，还有师父加持过的东西。尤其是在佛教之中呢，真正大师父他要修行的，他这个修行之后接触过的东西就会获得这样的佛光加持。所以你在家里和身上也有这样的宝物你身体体质敏感一些要顺利一些，你要有这些宝物护身。我们靠自己的力量，人生的很多的问题是对付不了的，因为我们曾经的业力的呈现。这种好事总是把握不住。这个有福的人呢，这平常可以糊涂，但是做大事的时候他特别清醒。比如说婚姻的时候，职业的时候，投资的时候，买房的时候这个嫁人的时候都是好的，这叫福气。就是你真有那个福气福报的人做事不需要动脑的。就是关键时候，有时候你的这个嘴要说的话，你要动脑所谓判断的这个选择，是吧？比如说你要买房，哪个风水好，其实也不会看，甚至风水先生都看错了，你就会买到一个最有福气的房子。你自己很莫名，因为大脑中的一个选择说就是它了。可能地产经纪都觉得这个房子一般，对不对？但是好风水不是一般地产经纪能看得懂的，也不是一般风水师也看得懂的。他有那个好福气，他住的那个房子就是一个好风水的。还有大家都讨厌的职业，可是你就想我就要做这个职业，也不是任性，就是到最终做出必须选择的时候，你的手就指向了它，那它就是好的。功德福报来着真的是这样。这个与聪明没什么关系。我们所说的一般的聪明智慧通常是通过说，比如说人考试分数高，有2大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就记性好，老师说的记住了，
复习2遍的记得特别清楚，对不对？哎，考试就对了啊。还有呢，脑子清醒，逻辑判断能力很强，比如做数学题，对不对？哎，一看之后，哎，一思考，觉得是那么回事儿，就出来了。但是呢，好运气和判断，你可以没判断力，但是神佛领着你判断那个东西，就点那个。我这个很多年讲法的时候，我觉得，哎，我说了半天，我都没有思考过。我说完了之后，还挺佩服自己，哎，我说的挺好的啊，这谁让我说的？就自己也不知道，就说出那些话。这些东西不是你自己要判断来的，就你有那个福气，神佛带着你去做，就是这样的，这是大福气哈。曾经一个菩提的这个女师姐，她就跟我说她老公，说，嗨，她当时是个乡巴佬，我是个城市的，我爸还是干部。哎，我这现着了魔事的时候，我就看上她。人家这个城市姑娘哈，我们这位女弟子，她这个长相还是不错的啊，对，当然学历也不错。因为这个父母啊、朋友都介绍3个对象，3个小伙子给她，也都是各种条件都很好的，对不对？可是她就看上了其中一个刚从农村来2年到城市的人，她就看上他啊，现在是那个省的首富啊，这没办法啊，所以她经常给她老公一发脾气，说：“哼，都是我有福气，你看，把你一个乡巴佬啊变成全省的首富了，是不是啊？你看我多有福啊！还真是。”所以我们这位女弟子聪明归聪明，她说我就没有判断，我就是觉得她好。她说人家其他几个人长相呢、家庭背景呢、是吧、学历呢，都是不差的，怎么就觉得她好呢？这叫福气。哎，所以菩提弟子哈，要觉得哪个人要结婚，那个对象好的话，那个人就有福了啊。所以这是修来的呀，啊，我们现在也在修啊。你说我怎么修啊？现在跟着我听听上课都是在修，懂得这个道理，照着做，这就是修。那一念慈悲善念升起就是修，啊，就是这样子。好，今天呢，我们都沾了佛光，沾了大慈大悲、大誓愿啊、大威力的这个地藏王菩萨的光哈。无论是给在这个下三界的哈、地狱的哈，还是我们在世间的人哈，都会沾得这份佛光，让我们更加健康快乐、幸福吉祥，哎，这个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哈。我们下次再见。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
再有恐惧。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了解生命的真理，救星的意义。因为有了你，日子犹如彩虹般美丽。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我快乐了，我美丽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恐惧。
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我宽容了，我慈悲了，我自在了。因为有了你，生命变得更坚定，不忧忧无虑。因为有了你，日子不再有哭泣，不再有